歡迎收聽一道微光同志小說，作者書野，故事馬上開始。A 大校園，幾個月不見的陳野留起了鬍子，他一巴掌拍在唐玉成的肩膀上，挑着眉毛調侃道：唐玉成，你到底是不是學霸啊？居然跟我考了同一個學校，還是同一個系。幾個月前你還是個高高在上的年級第一，最後就這叫什麼？學習成績倒是沒得說，只可惜這智商沒達標。唐玉成偏過頭，嫌棄地皺了皺眉，揉了揉被陳野拍過的地方，冷笑了一聲：不管我智商高还是低，至少我現在能自己挣錢自己花，不像某些人到今天還只能靠着老爸養活自己。你……陈野瞬間像被踩到了尾巴的貓，眼看就要當场炸毛發飆。站在一旁的方卓見狀，趕緊有些無奈地站起身，插進兩人中間。行了，你們倆都上大學了，咱们现在可都是成年人了，能不能別像以前在高中時那麼幼稚，多大點小事見面就吵。他揉了揉肚子，順勢挽住陳野的胳膊。走吧，我可聽說 A 大周圍有好多好吃的，咱們趕快去看看。我現在肚子餓得不行了，趕緊找一家嘗嘗。方卓，你餓了？這周圍我熟啊，你想吃什麼儘管跟我說，今天我請客。哼，誰說的？說好了是我請。陳野立刻轉怒為喜，摟緊方卓。寶貝，你想吃什麼今天？方卓被他倆逗笑了，順着陳野的話說：好，你請，把這個光榮偉大的任務交給你。陳野向唐玉成投來我贏了的表情。還想跟我爭？我們家的寶貝當然聽我的嘍。寶貝，今天咱們不吃辣，你嘴都潰瘍了。正說着，陳野的手機響了，他看了一眼來電，臉色瞬間沉了下來。我去接下電話，你們先走着，我一會兒就追上你們。唐玉成和方卓在 A 大校園裡並肩走着，方卓看着四周，你們學校比我們體院大多了，也漂亮多了。是嗎？我感覺大同小異吧。走在唐玉成身側的方卓沒接話，突然安靜了下來。唐玉成側頭觀察到了他身上的低氣壓，直覺告訴他，這大概率跟陳野有關。你最近和陳野挺好的吧？方卓笑得有點勉強。他對我一直很好，總是寵着我，讓着我。唐玉成點了點頭。但是我這心就是踏實不下來。你說，兩個男生談戀愛，到底有沒有未來？是不是注定不會有結果？怎麼這麼說？陳野他以後是要子承父業，回去繼承他爸公司的，這點我們心裡都清楚。方卓的表情是落寞與迷茫。說實話，我真的不知道我們兩個人還能在一起多長時間。將來他爸爸肯定還會希望他結婚生子，成家立業。到了那個時候，估計我們的事情也就到頭了吧。你有和陳野說過這些嗎？方卓搖了搖頭。你要不要找個機會跟他聊聊，把自己的擔憂告訴他，不要自己這麼憋着。我害怕告訴他，他說他也不知道將來會怎麼樣。方卓苦笑。我不喜歡這種不確定。是啊，本來以為已抓在手裡的東西也可能隨時失去，沒人喜歡這種感覺。是啊，我不想長大，越長大越覺得身不由己。我還是覺得你應該把你的想法告訴陳野。唐玉成寬慰地拍了拍他。畢竟這是你們倆的事情，先把問題擺在桌面上，聽聽他的意見，總比自己一個人在那瞎想好多了。就算還是沒有什麼理想解決方案，也不要自己在這裡內耗。方卓深吸了一口氣，點了點頭。你說的也對，我試試找個機會跟他說說。最後三個人選了一家魯菜館子，還點了啤酒。席間，陳野體貼入微，總是照顧着方卓的忌口，給他夾菜，還在桌子下面牽着方卓的手。唐玉成舉起手指敲了敲桌面，打趣道：你們倆是來跟我敘舊的，還是跟我展示你們的愛情撒狗糧的？你不在的時候我們也這樣，這就是我們的常態。行了，別說我們了，你和你家叔叔怎麼樣了？還那樣。唐玉成淡淡的喝了口酒。要不要我幫你出出主意？唐玉成嫌棄地瞥他一眼。你管好你自己的事吧，他我會自己搞定。方卓抱怨道。好你個唐玉成，你跟你叔的事連陳野都知道，你居然都沒告訴我。唐玉成啞然失笑，舉起酒杯。這不人還沒追到呢嗎？有什麼好說的？來，以酒代罰。說完，唐玉成舉杯一飲而盡。隨後，方卓興致勃勃地跟唐玉成講述起前陣子陳野是如何花心思陪他度過成年禮的。兩個人的狀態看起來風平浪靜，仿佛剛才那些對未來的擔憂從未出現過。然而，就在軍訓開始的前一天，一條陳野的緋聞如平地驚雷，鋪天蓋地地衝上了本地的娛樂八卦頭條。
陳野的曝光跟他的家庭背景密不可分。陳野家有錢，而且不是一般的有錢。在最新公布的全国富豪榜上，他爸爸陈廷海赫然挺进前几名。成功抢到大家的关注后，吃瓜群众都開始好奇，這個盤踞在 S 市靠做高端汽車零部件起家的陳氏科技究竟是什麼時候，又憑什麼能穩坐本地製造業的龍頭寶座？據悉，幾年前就在傳統汽車配件行業因為內卷普遍陷入增長瓶頸時，人工智能浪潮席捲而來，陳廷海敏銳地意識到這是行業幾十年難遇的機會。當在很多同行還在觀望時，陳氏已經果斷砸下巨資進行技術改造，把 AI 引入設計、生產、質檢和供應鏈管理的各個環節。事實證明，陳家賭對了。短短幾年時間，公司不僅大幅降低了生產成本，還把產品良品率和交付效率提升到了國內頂尖水平。隨着數字化、智能化工廠的逐步建成，企業競爭力迅速提升，訂單量連年翻倍。陳氏集團也徹底從一家區域性的傳統製造企業脫胎換骨，成為 S 市風頭最近的行業領軍巨頭。陳家火了，陳家的獨子，將來的企業接班人陳野，自然也成了各路長槍短炮和娛樂媒體緊盯的對象。在這個世界裡，緋聞從來就沒斷過，不管是娛樂圈還是商界。大學報到後，為期2週左右的軍訓正式拉開帷幕。唐玉成因要參加大學軍訓，不得不跟劇組請了假。雖然提前跟劇組說過，但唐玉成還是鞠躬哈腰的跟組裡管統籌的老師道歉了好久。要不是因為他目前的戲份真的不是很多，這個假根本不可能請得下來。第一天早上剛站完軍姿，哨聲一響，唐玉成和陳野便虛脫般的原地坐下休息。唐玉成邊休息邊一臉不待見地瞅着陳野的鬍子。自上次吃飯，唐玉成就想吐槽來着，奈何方卓在旁邊，不便當着他的面埋汰陳野，這才一直忍着沒說。我說你從前幾天吃飯開始到今天早上，一直盯着我的臉看，有事兒嗎？應該不會是這麼幾天沒見，想我了吧？有事兒就說，我更喜歡你之前直白的個性。怎麼？難道過了個暑假，你變內向了？你不適合留鬍子。你這張嘴不張則已，一張驚人啊！能出點人話嗎？陳野捋了捋那幾撮小鬍茬。你覺得不適合，可我覺得還行。而且方卓也沒說什麼，你的意見不重要。他沒說什麼，那你有沒有想過，會不會是他人太好，不想打擊你呢？是嗎？陳野挑了挑眉，一臉得意。他這麼心疼我呢？哎呀，這就是愛情的力量。你這種單身狗現在還不能理解？唐玉成嗤之以鼻。聽說人一談戀愛智商都變0，我看你應該是0以下。你想知道為什麼你那個叔叔看不上你嗎？為什麼？因為你不會說話，特別是人話。去你的！一直以來，陳野動不動就埋汰唐玉成，仗着和方卓的感情穩定，就忍不住炫耀。唐玉成眼角突然泛起一道狡黠的光，壓低聲音湊過去：“那你們做了沒有？”陳野一噎，神色有些不自然。做什麼？你指的是那個？那倒還沒有。陳野看着唐玉成的表情，看你那樣，怎麼？難道你和你叔叔做過了？陳野說這句話本來目的是戳痛唐玉成的心窩子，結果做了。卧槽！陳野驚得差點跳起來。你怎麼都沒跟我提過，真不夠意思。那你和你叔算是確定關係了？那倒沒有。切，原來是被白嫖了。陳野舉起了一個大拇指，猛地轉向下方，比了個道讚。他的這一下倒是穩中靶心，直搗黃龍。這個陳野真是氣死我了。我是跟您比不了，有點什麼事恨不得全世界都知道，比如跟嫩模約會也能被人抓拍到。大少爺，你現在可是名人了。陳野一聽這話，神色頓時沉了下來。你不會也相信那些毫無水準、毫無道德底線的媒體的那一套吧？他們是在胡說。當時我們壓根就沒在約會，旁邊還有其他人呢。是那女的突然自己摟着我的脖子不放，狗仔借位拍的。她這是在借機炒作上位，你懂吧？娛樂圈裡這種套路我倒是見過，我懂。但方卓他這麼單純的孩子，他能懂？你有沒有第一時間跟方卓解釋？陳野被問得一愣，有些底氣不足的嘀咕。我覺得這件事沒有必要特意解釋吧，感覺會越抹越黑。方卓也沒跟你提過這件事？沒有。那你不覺得奇怪？如果我是他，聽到這種傳聞，絕對先把你暴打一頓，再給你要個解釋。可他卻什麼都沒問，你就不覺得奇怪？唐玉成停頓了一下，他肯定不是不在乎，也許他是希望你主動跟他解釋。陳野眼神有些失神地目視前方，腦子裡把這幾天方卓的行為舉止串了一遍。哎，別說，你說的好像有點道理啊。訓練完，我得趕快給他打個電話。
這就對了，主動承認錯誤，爭取被寬大處理。唐玉成嫌棄地搖搖頭，呵呵，哎呀，你們有錢人的世界就是複雜。陈野立刻緩過神來，你現在戲也拍了，雖然目前沒我紅吧，但這小金庫應該也有不少存貨呢吧？還在這給我裝窮？我那些就是小打小鬧，跟你大少爺比不了。哼，那肯定的。不過你一個堂堂學霸省狀元，居然委身跟我考到了同一個地方，你不覺得哪兒不得勁啊？沒有啊，非常舒服，身體哪兒都得勁兒。唐玉成順手揪了一根腳邊的狗尾巴草，開始薅上面的小鬚鬚，發起了愣。陳野察覺到了他的異樣。你想什麼呢？我腦子裡有個想法，你幫我看看怎麼樣？為什麼讓我幫你啊？你剛剛不還說我智商低嗎？不低不低，你跟我這個學霸考進同一個學院，這怎麼可能低呢？切，鬧了半天還是在誇自己呢。好，說真格的。唐玉成正色道，我想在 A 大旁邊租個店面，開個面館。陳野摸着下巴的鬍子，邊想邊說，這 A 大周圍有很多愤青酒吧，有川菜火鍋、東北菜、湘菜館子，確實沒個正兒八經的麵店。不過在學校食堂裡吃碗麵也不是個難事。你說的對，但我的麵館用的是我的獨家配方，味道和質量絕對不是學校食堂能比的。這麼自信呢？當然我不能保證我一定能成功，但我想試試。唐玉成盯着他，你要不要入伙？陳野恍然大悟地指着他，合着你在這兒等着我呢？你放心，等麵館賺錢了，少不了你的分紅。那我就意思意思，出一半。不過提前說清楚啊，這是我自己的錢，不是我爸的。這爽快的態度讓唐玉成多多少少有些受寵若驚。他原本以為依陳野的性子，怎麼着也會諷刺自己兩句，埋汰幾下，或者潑一盆冷水。沒想到這大少爺竟然這麼給力。唐玉成認真地看着他，謝了，放心，萬一虧了算我欠你的，以後肯定還你。算了，別扯這些沒用的。你一個麵館能虧幾個錢？小爺我賠得起。陳野擺了擺手，隨即賤兮兮地湊過來。不過為了你那個叔叔，你可是掙錢的動力十足啊。唐玉成不置可否，只是淡淡笑了笑。如果他以後累了想吃麵，至少能有一個地方可以讓他安靜地吃一碗舒心的麵。